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今天我們要來拆解一部影響華人世界好幾百年的經典《水滸傳》。那為了把這部複雜的小說講清楚，我把它拆成了5個層次。首先，我們會先來聊聊到底什麼是英雄，它的定義可能跟你想的很不一樣。接着，我們會深入分析一個失能的體制是怎麼一步步把一個個好漢逼上梁山的。然後呢，我們會聚焦在梁山泊發展史上一個非常關鍵的轉捩點，看看這個組織是怎麼從一個生存團體變成一股政治力量的。再來就是全書最核心的矛盾，他們內部忠跟義的路線之爭。最後，我們會從他們的悲劇結局來思考這個古老的故事到底對活在今天的我們留下了什麼樣的提問。好，我們就直接切入第一個問題。當我說到英雄這2個字，你腦中第一個浮現的畫面是什麼？是那種天生神力拯救世界的光明騎士嗎？還是那種帶領大家革命起義的領袖？《水滸傳》這部小說之所以這麼經典，就是因為它完完全全的挑戰了我們對英雄的這種單一扁平的想象。所以，到底什麼才算是英雄？這問題其實比你想的還複雜。我舉個例子哦。像寫《魔戒》的作者托爾欽，他就非常聰明，他故意在故事裡創造了2種完全不同的英雄。一種是像亞拉岡那樣，哇，皇室血統，命中注定要當國王的；但另外一種呢，卻是像佛羅多，一個普普通通、身材矮小的哈比人。這就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思考起點：英雄一定都要是那種高大上的角色嗎？還是說，那些在逆境中掙扎、默默完成自己使命的小人物，其實也一樣稱得上是英雄？如果我們把英雄這個概念想象成一條光譜，你會發現它的2端是截然不同的類型。光譜的這一頭是我們很熟悉的古典英雄，他們通常都有神聖的血統啦，或是天降大任啦，就像哈利波特一樣，他頭上那道疤就是他與生俱來的命運。那光譜的另一頭呢，就更貼近我們現代人的樣子了。他們可能只是普通人，甚至是像電影《古惑仔》裡的角色，沒什麼拯救世界的偉大使命。驅動他們的是現實的生存壓力，還有他們自己那一套江湖規矩。水滸傳裡的好漢們就很巧妙地落在了這條光譜的中間地帶。他們不是天選之人，但也不是徹頭徹尾的壞蛋。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的故事會充滿這麼多的人性掙扎跟戲劇張力。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而我認為這可以說是《水滸傳》整部小說最核心的控訴，那就是梁山泊的這些英雄，沒有一個是天生就想造反的，他們每一個人都是被當時那個腐敗失能的體制一步一步硬生生推下懸崖的。我們來看2個最經典的例子，你就能明白這股力量有多可怕。第一個案例，我們來看武松。這個角色在故事的前半段可以說是一個極度相信體制，而且想盡辦法要在法律框架裡面解決問題的模範生。我們跟着他的生命軌跡走一遍，你就會發現，這根本就是一個標準的好人被體制逼瘋的流程。第一步，他在景陽崗打死老虎，一夕之間成了全國皆知的打虎英雄。第二步，哥哥被謀傷了，他雖然用了私刑報仇，但事後他做了一件非常關鍵的事，他主動去官府自首。這個動作代表什麼？代表他這個時候還相信法律，相信體制會給他一個公道。但結果呢？他所信任的那個體制反過來跟他的仇人聯手，一步步設計他，陷害他，就是要搞死他。最後在鴛鴦樓，他所有的信念徹底崩潰，殺了10幾個人之後，在牆上寫下殺人者武松也。從那一刻起，一個原本想守法的英雄，就這樣被他曾經相信的體制給徹底摧毀了。好，第2個案例，楊志。如果說武松是被體制逼瘋的，那楊志根本就是被體制活活玩死的。他出身名門，是楊家將的後代，他滿腦子想的就只有一件事：報效國家。
楊志的悲劇在哪？在於他每一次拼了命想回到體制內，體制就用更無情的方式把他踹開。第一次他押送花石綱，結果船翻了，他只能逃亡。好不容易等到皇帝大赦，他把所有積蓄拿出來，想打通關節官復原職，結果被大貪官高俅一腳踢開。為了活下去，一個名將之後，竟然要淪落到在街上賣祖傳的寶刀。你想想，那是多大的羞辱！好，命運給他最後一次機會，去押送申成剛，結果呢，又被晁蓋、吳用他們給搶了。到這裡，他的人生已經完全沒有退路了。官場回不去，功名也毀了，除了喪身當強盜，他已經沒有任何選擇了。他的名字叫楊志，有志氣的志，結果他一生不得志。你說這是不是作者開的最大最沉痛的一個玩笑？好，那當這些走投無路的好漢們一個個聚集到梁山之後，一開始他們可能只是為了活下去，抱團取暖而已。但是有一場非常關鍵的戰役，徹底改變了這個組織的性質，讓他們從一群烏合之眾蛻變成一股足以撼動朝廷的政治力量。這場戰役就是3打朱家莊。這場仗打得非常辛苦，來來回回打了3次才拿下，但它的戰略意義遠遠超過了一場單純的軍事勝利。這就好比梁山泊這家新創公司完成了一次關鍵的併購案。那這一次併購到底帶來了什麼改變？我們可以從4個層面來看。第一是戰略層面，祝家莊擋住了梁山的咽喉要道，把它拿下來就等於打通了梁山的生命線，後勤補給就穩了。第二是權力層面，這場硬仗是宋江主導打贏的，這一下就確立了他作為實際領導人的地位，等於是無形中架空了當時的老大晁蓋。第三，組織層面，宋江和軍師吳用，也就是 CEO 和策略長，在這場仗裡完美配合，確立了政治領袖加首席戰略官的黃金組合。而最關鍵的是第4點，使命的轉變。從此以後，梁山的目標不再只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生存模式，而是轉變為一個有政治訴求、喊出替天行道口號的政治實體了。好，當梁山泊這家公司發展到頂峰的時候，一個來自朝廷的提議，卻像一顆炸彈一樣，在兄弟們內部引爆了最根本的分歧。這就是小說裡最核心的路線之爭，一場關於忠與義的對決。這個提議就是招安，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政府發現這股民間力量太強大了，打也打不贏，乾脆直接收編。對梁山的好漢們來說，這是一個可以洗白身份、重回體制內的機會。但代價是什麼？代價是他們必須放下替天行道的旗子，向那個曾經把他們逼到絕境的腐敗朝廷低下頭來。以宋江為首的招安派，他們的核心價值觀就是一個忠字。你必須了解，宋江的骨子裡始終是一個傳統的讀書人，他渴望的是得到主流社會的認可，是光宗耀祖。他認為，朝廷雖然有壞人，但皇帝是好的，他們應該接受招安，進入體制內部，去為國家效力，這才是一個男人實現人生價值的最高形式。但另外一派，以魯智深、武松、李逵這些人為代表的反對派，他們堅守的是一個義字。他們都親身經歷過體制的黑暗，他們深刻地知道這個系統已經從根上爛掉了。在他們看來，投降就是跟那些奸臣同流合污，這等於是背叛了當初兄弟們為什麼要上梁山的初衷，更是背叛了江湖道義。這條底線，他們一步都不能退。最後，戈壁還是擰不過大腿。在宋江的主導之下，梁山泊接受了招安。他們很天真的以為，這將會是他們光宗耀祖、建功立業的開始。但他們完全沒有想到，這其實是他們集體走向毀滅的序曲。根據120回本最完整的小說來看，這群好漢的結局只能用慘烈2個字來形容。接受招安之後，他們立刻被朝廷當成最好用的工具人，派去打其他的叛軍。一場又一場的血戰打下來，108將，10個人裡面死掉了7、8個。最後，領導核心宋江被奸臣用毒酒害死。
而死忠他的李逵也甘願陪他喝下毒酒。首席軍師武用跟大將花榮在宋江的墳前上吊自殺。武松在戰鬥中斷了一條手臂，心灰意冷，出家當了和尚。只有魯智深最後在錢塘江畔聽到潮水聲的時候大徹大悟，安然去世。一場轟轟烈烈的英雄集會，最終換來的是幾乎全軍覆沒的悲慘結果。講到這裡，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水滸傳》的整個故事從頭到尾，其實都在向我們丟出一個非常困難的永恆問題，那就是當你作為一個獨立的個人，在面對一個充滿缺陷，甚至可以說是腐敗的體制時，你到底會怎麼選擇？宋江選擇了進入體制，他想從內部去改革，但結果呢，是帶着整個團隊走向毀滅。而魯智深、李逵他們主張從外部去挑戰，雖然看起來很痛快，但終究也沒能改變整個大環境。這是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兩難。這個問題從700年前到今天，依然困擾着每一個懷抱理想的人。而我覺得《水滸傳》之所以偉大，就在於它並沒有輕易的給你一個答案，而是把這個沉重的選擇權留給了每一代的讀者，讓我們自己去反覆思考。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